大家好 ，OpenAI 在8月3日发布了 ChatGPT 发布6项更新，在未来的几周内，这些更新将陆续亮相，让我们一探究竟吧。其中最吸引人的一个更新，让你可以一次上传多种格式的文件，例如图片、PDF、Zip 等等，让 ChatGPT 为你提取内容并进行分析，真是方便至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首先是预设 GPT-4， 如果你是 Plus 用户，开始新的聊天时，系统会记住你上次选择的模型不再预设为 GPT 3.5， 而是更强大的 GPT-4， 不用每次选择太麻烦，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了。接下来是提示词例子 Prompt Examples。 我们都知道，面对空白的页面有时真的很头痛。不过现在，当你打开 ChatGPT， 底部将出现一些推荐的话题，让你一下子就有灵感，没有令人恐惧的空白页面了。再来看看建议回复 Suggested Replies， 这个功能会根据你的提问给出相关的问题延伸。例如，当你问 iPhone 销售量比较资料， ChatGPT 会在回答之后给出你可能想问的3个问题，非常人性化。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更新，之前只能上传一个文件，现在 Plus 用户只使用 Code Interpreter 后，一次可以上传最多10个不同格式的文件，容量限制亦可以在512 MB。这是一个强大的功能。你可以看看我现在上传的10个不同格式的文件，让 ChatGPT 进行处理及提取信息并进行分析，它亦能处理。如果文件超过10个如何是好，建议您将文件压缩 Zip 试试。我再试试上载一个 Zip 文件，总共有156个文件的档案，测试一下，结果 ChatGPT 也能分析 Zip 内的资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可以节省你多少时间。在以前需要每2周就要登出一次即再登入才能使用 ChatGPT， 现在可以保持登录状态，再也不用每2星期就被迫登录一次了。最后是键盘快捷键，现在你可以在 ChatGPT 内使用一些内设的键盘快捷键 Shortcut 功能，让你的工作更加便捷。要查看所有的键盘 Shortcut， 只要在聊天界面内用滑鼠按一下，不是在提示词内，否则会没有反应。再按键盘 Ctrl+/ 就可以看到了，或可以用按右下方问号内的 Keyboard Shortcut 查询。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这些新功能。如果你还未能使用这些新功能，别担心 ，OpenAI 已经表示这些功能将在未来几周内陆续推出。要注意的是，大部分的功能主要是为 Plus 用户提供的。希望你喜欢我们制作的 AI 最新情报影片，请帮忙订阅、分享、按赞好，并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及意见。谢谢收看。